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今天咱们聊的这个案子，可能会让你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攥紧拳头，也会让你忍不住思考，邻里之间到底该隔着一道墙，还是该留一条路。就在2025年11月28日上午9点，河北邢台中院的法锤落下，一个让全国网友牵挂了5个月的案子，终于有了一审结果。被告人范梦琪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当法官念出死刑2个字时，法庭上有个男人突然捂住脸，肩膀止不住的抖。他叫李建军，是这场灭门惨案里唯一的成年幸存者。他身上的那件黑色外套的背面印着一张全家福，照片上的5个人如今都成了冰冷的名字。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，它的起点只是农村里最常见的 1.5 米宽的过道纠纷。可就是这短短的1.5米的距离，最终却成了5条人命的终点。今天咱们就把时间线拉回去，看看这场悲剧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。故事发生在邢台龙窑县北四庄村，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村庄。李建军家和范梦琪家住得不远，按理说是远亲不如近邻的关系，可他们之间的疙瘩却结了好几年。矛盾的根源就是李家房屋与范家的农田之间那条 1.5 米宽的过道。据李建军事后回忆，这条过道原本是条水渠，后来成了李家下地的必经之路。但范梦琪认为过道部分属于自家宅基地，从2024年开始，两家因此有过2次激烈争吵。村两委虽介入调解过2次，但只是暂时平息，并未彻底解决问题。咱们先说说这2家的情况。李建军常年在外打工，家里的事主要靠老父亲李某某打理，而范梦琪与李家是斜对门的邻居。检方卷宗显示，2人此前并无其他深仇，矛盾完全围绕这 1.5 米的过道展开。目前公开的村民采访中并未提及范梦琪的性格特征，咱们只说已确认的事实，这条过道的归属争议成了横在2家之间的一道坎儿。根据李建军向媒体提供的信息，2024年2家第一次争吵后，村委会曾提出折中方案，但范梦琪始终不认可。李家为了避免冲突，一度选择绕远路通行。可这种退让并没有换来矛盾的缓和，反而让范梦琪的态度更加强硬，这也为后续悲剧埋下了隐患。李建军得知调解陷入僵局后，特意从打工地赶回村里，希望能和范梦琪当面协商。但据他后来在法庭外接受采访时说，范梦琪始终拒绝沟通，双方没能达成任何共识。无奈之下，李建军只能先返回打工地，计划农忙结束后再找乡镇司法所介入。谁都没想到，这桩看似普通的邻里纠纷会在短短几个月后升级成灭门惨案。从检方指控的内容来看，范梦琪对过道归属的执念不断加深，最终将这种邻里矛盾转化成了极端的报复心理，而李家的一再退让没能阻止他杀意的滋生。2025年6月22日，夏至刚过，凌晨5点多的北四庄村还裹在晨雾里。范梦琪像往常一样到自家地里干活，巧合的是，李建军的父亲李大爷也提着农具，准备去自家地头。2家的地挨着，那条 1.5 米的过道正是分界线。2人在地头相遇，没说几句话，就因为过道归属又吵了起来。争执中，范梦琪情绪越来越激动，指着李大爷大喊：“这地就是我的！”李大爷试图辩解，却彻底激怒了范梦琪。范梦琪随手抄起身边的铁锹，朝着李大爷的头部猛拍过去。年近70的李大爷根本来不及躲闪，当场倒地。老人倒地后，范梦琪并未停手，继续用铁锹多次击打他的头部。血腥味儿开始弥漫在清晨的空气中。此时的范梦琪似乎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人性，他携带刀子和铁锹，径直又冲向了李先生的家。
在这个原本温馨的农家小院里，还住着李先生的母亲、妻子和2个年幼的孩子。范梦琪首先在北屋正门门口遇到了李先生的母亲，她毫不犹豫地举起刀子，向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捅去，1刀、2刀、数十刀，惨叫声划破寂静的黎明。随后，范梦琪闯入屋内，李先生的妻子和3岁的小儿子就在里边。面对手无寸铁的妇孺，范梦琪再次挥刀，向母子俩各捅刺10几刀。短短几分钟，这个家庭的3位成员又倒在了血泊中。然而悲剧还在继续。范梦琪走出屋子，返回到李先生父亲倒地的地方。此时老人尚未断气，范梦琪又朝他身上捅刺了10几刀。此时的范梦琪仿佛已化身为死神的使者。在街上，他碰见了李先生10岁的大儿子。这个可怜的孩子刚刚听见响动，看见奶奶倒地，给爷爷打电话却没接通，便骑着电动自行车出门寻找爷爷。他迎面撞上的却是杀红了眼的邻居。范梦琪持刀向这个年仅10岁的孩子捅刺数十刀，孩子的电动车倒在一旁，人与车相距10几米远。一个如花的生命就这样凋零在清晨的街道上，5条生命就这样在短短时间内消逝。根据庭审出示的现场勘查报告，李建军的母亲、妻子以及分别为3岁和10岁的2个儿子均遇害。检方认为，范梦琪作案时手段极其残忍，4名受害者均因锐器伤导致多脏器破裂死亡。公开的庭审信息显示，李建军的妻子在遇害前曾有明显反抗痕迹，推测他当时为了保护孩子做出了最大努力，但面对携带凶器的凶手，他和孩子都没能逃过毒手。2名年幼的孩子也未能幸免。检方在指控中特别强调，范梦琪连未成年人都不放过，主观恶性极深。整个惨案中，李先生55岁的父亲、57岁的母亲、33岁的妻子，还有10岁和3岁的2个儿子，全部遇害。一个3代同堂的家庭，转眼间只剩下李先生孤身一人。当他接到噩耗赶回家时，面对的是亲人冰冷的遗体和满是血迹的房屋，这种痛苦常人难以想象。行凶结束后，范梦琪没有逃离，他走到村口的公用电话亭打了110，冷静地说：“我在北四庄村杀了人，你们来抓我吧。”挂断电话后，他坐在电话亭旁的台阶上，直到民警赶到将他带走。检方在庭审中明确，范梦琪虽有自首情节，但罪行极其严重，不足以从轻处罚。从案发那天起，李建军的人生就彻底崩塌了。他赶回家时，看到的是被警戒线围起来的家，墙壁上、被褥上还残留着亲人的血迹。大众网记者在庭审前曾拍到李建军的状态，他形容自己每天都在回忆和亲人有关的一切，睁眼闭眼都是他们的样子。接下来的5个月，李建军唯一的信念就是为家人讨回公道。他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，自己只有一个诉求，判处范梦琪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庭审当天，他早早地站在法院门口，手里捧着家人的照片，等待着法律的裁决。11月14日第一次庭审时，范梦琪被法警带进来，看到李建军手里的全家福，他把头低了下去，全程没敢抬起来。检方在法庭上详细陈述了作案经过，当说到他杀害3岁孩子的细节时，李建军再也忍不住，情绪失控地大喊：“你还是人吗？”被律师死死按住。范梦琪的辩护律师提出，案件是邻里纠纷引发的，而且范梦琪有自首情节，请求法院从轻处罚。可检方当场反驳，被告人提前购买刀具，携带凶器主动上门行凶，连未成年人都不放过，手段极其残忍，主观恶性极深，自首情节不足以抵消其罪行。庭审现场，李建军曾当面质问范梦琪为何下此毒手，但范梦琪除了认罪外，并未做出实质性回应，也没有向李建军及遇害者家属道歉。据媒体观察，范梦琪的家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，
也未与李建军有任何沟通。11月28日上午的宣判终于给了李建军一个迟来的答案。法官当庭宣布，被告人范梦琪因相邻土地纠纷持凶器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致5人死亡，其中2人系未成年人，犯罪手段特别残忍，情节特别恶劣，后果极其严重，虽有自首情节，但不足以从轻处罚，依法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法锤落下的那一刻，李建军举起全家福，对着天空喊：爸妈媳妇儿孩子，公道来了。声音沙哑，却字字泣血。庭审结束后，他抱着律师哭了，这是5个月来他第一次哭出声。他说，我知道判了死刑，亲人也回不来了，但至少他们在天上能安心了。如今的李建军除了处理亲人的后事，还要独自面对这场悲剧带来的创伤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自己不敢轻易回到那个家，每一个角落都能勾起和亲人有关的回忆，但他一定会为家人讨到最终的公道，让逝者安息。案子讲到这儿，我的心情特别沉重。一个1.5米宽的过道，原本是邻里之间互相让一步就能解决的小事儿，最后却酿成了5条人命的悲剧。这背后有太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。李建军在庭审后接受采访时，攥着家人的照片反复说，我现在闭眼就是他们的样子，要是当初有人能把这事儿彻底解决，要是他能少点执念，要是我能多回家看看。话没说完就泣不成声。1.5米的过道不过是2步路的距离，几句争执本是邻里间的小事，可就是这2步路，几句话被执念放大，被暴力点燃，最后烧光了2个家庭的所有。希望咱们都能记住李建军的眼泪，记住这5条人命换来的教训。邻里之间别争1寸地，别较1份真，给别人让一步，不是怂，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遇到矛盾，找对地方说理，不是怕事儿，是把悲剧拦在门外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您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